郎君回来了！郎君回来了！郎君回来了！萧阳怎么那么厉害啊？动动嘴，咱家郎君就没事了。毕竟是节度使之女，她都让长公主去求情了，还有什么罪是洗不清的？小夫人，小夫人，哎，先回去吧。回去了啊？对对对。夫君回府都不来迎接，哪有你这般绝情的小妾啊？那郎君回来，可是有把我的牡丹带回来啊？哼，忘了什么都不敢忘了你的花。晚些啊，让川渝给你送过来。还是家中好啊。投毒案就这么糊里糊涂的结了？涉案证人不是自裁了，就是被灭口，大理寺查无可查。再者说，妃子间争宠暗害之事屡见不鲜，多的是这种无头公案。宁王那边查不出任何证据，见长公主求情，自然不好阻拦。此事多亏了雪溪，你真的应当好好的谢谢她。那你呢？如此鼎力相助，要我如何谢你啊？比起雪溪，我做的都是微不足道的事情。名满京城的何店主，可不是妄自菲薄之人。我并非自惭自卑，我只是觉得有些无力。你曾说我是一只狡猾的狐狸，什么难关都可以度过。可是，一只狐狸再努力，也只能解决岸上的事情。水中的游鱼受了伤，哪怕我想救，也束手无策。可是雪溪不同，她和你出身相似，可以照看你，帮扶你。你们本就是活在同一片湖水中的。牡丹，生于何处，并不能决定性情好恶。你又怎知，我不是另外一只狐狸，一不小心落了水。或许我真正需要的，是我的同伴，在岸上拉我一把。这几日，你为我劳心，为我奔走，给芸娘传信。让刘畅看到了我想让他看到的假账簿，为阻止刘畅搜捕，如将军般用御赐宝剑顶在他颈部，逼得他手下之人拔刀相向，桩桩件件，皆是助我上岸的元首。你这个人有千里眼呀，身在狱中，还能知晓这么多事情。我有啊，所以即便你不说，我也知道。心若如霜，凝结多少过往。你不顾自己被牵连，顶着风险为我做了这么多，谢谢。你之前说的，我们之间无需言谢。那今日晚饭你便包了吧，抓紧生炉子，我先去沐浴，好了叫我。
这是长公主赏的东阿县进贡的阿胶，你收着，平日里炖煮成汤，最是滋补了。雪心，你实在太客气了。你是郎君的旧识，又助他出了大理寺，应当是我们谢你才是，哪有你送礼的道理啊？暂住蒋府，是长公主的意思，还望牡丹不要介意。自然不会。抛开郎君不说，你亦是我的救命恩人。若不是我这院落太小，我就邀你来我这里住了。雪溪，你有任何的不习惯，就跟蒋长阳说。有任何需要的女子之物，我这里也都有。牡丹果然如传言般，与旁的女子不同。这些是我们新研制的香粉，雪溪，你看看，看上哪个，直接拿走。我们还有芍药做的口脂，试一试。好香啊！这是什么？这是祛疤的药膏。花满柱还卖祛疤之物，那是小春的青书斋在卖。我们还有专治烫伤和烧伤的药。你手上拿的这个是专治戾气所留下的伤疤，一般的小疤大概抹上半个月左右便能消除了。这么厉害，那10余年的陈年旧疤也能抹平吗？10余年，这个我们还真没试过。一般的伤疤自然是刚留下时上药，效果最好。雪心，你身上有陈年旧疤吗？你可以先拿回去试一试，若是不行，我请小春过来给你看一看。不过你倒是提醒我了，我们可以再研制一种驱除陈年旧疤的药膏。裴忠之事，可有同你父亲说？父亲知道了裴忠的为人，想推了这门亲事，但又怕负了宁王的美意，得罪了他。宁王想与萧家交好，即便没有裴忠，也会有旁人。父亲常说，朝局波谲云诡，若能独善其身是最好，若不能，也应当少与人结怨。此事难办呀，父亲还需多考虑些时日。也好，你住在我这儿，暂且能阻挡些裴忠的骚扰。从前你与宁王亲近，为何这次你一入狱，他就派人去查你的私产？你可是哪里得罪了他？你应当听说了，牡丹啊，曾是刘畅之妻。自从我纳了她，刘畅便处处针对，挑拨我与宁王。雪芝啊，你还记得7岁那年，你偷偷带我进山捉兔子，结果从半山腰跌落，腰窝处划了很深的一道口子，流了好多血。兔子没捉到，反倒留了一道很丑陋的伤疤。我当时因为这个哭了很久。自然记得，当时母亲啊，一边给我涂药，一边安慰你。怎么突然提起这个？当时夫人说，这道疤藏在衣衫下，除了家人无人看得到，我这才止了哭。可牡丹并不知道你有这样一处伤疤。你们可是假成婚？雪溪心明眼亮，这么快就被你看穿了。你们为何要这样做？当时牡丹身陷险境，为救她性命，我唯有出此下策。而我有了位爱妾，也能挡掉些避之不及的姻缘。
岂不一举两得？原来如此。还请雪溪为我们守口如瓶。放心吧，不会有旁人知晓的。